川普真的少不了他，少了他的話，川普可能真的會得心臟病的。Natalie Hobbs， 川普最貼身的助理，被美國的媒體安了一個名字，叫做安撫奶嘴。川普因為要躲避可能的伊朗的飛彈攻擊，他竟然把貝森特和盧比歐這些幕僚通通丟在空軍1號上面，他自己去坐了空軍2號飛到英國的基地去降落。結果空軍1號在後面趕到，在10幾分鐘後降落的時候，發現總統怎麼從別的飛機上面跳下來？所以大家就曉得說，你們根本沒有哈普的一半啊迷人。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的是伊朗暗殺，逼川普換機，可是陪着川普搭機的是今天這一位，我們會來看到35歲的他的貼身的助理，這一位叫做娜塔莉·哈普哦，那麼被稱為叫做安撫奶嘴，竟然比國務卿對川普來說還要更貼身，到底怎麼回事？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白宮現在封殺中國大陸的 AI， 但是川普家族卻是靠大陸的 AI 模型在吸金獲利。怎麼回事？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來看到川普現在眼前面對的問題真的很多，除了伊朗要暗殺他之外，還有就是身邊的親信政治、緋聞爭議跟他的家族利益問題。今天我們會來一一剖析。首先看到第一件事情，川普日前不是因為這個伊朗要暗殺他嗎？所以他在飛回美國的路上的時候，他當時說要換機。當時換機的時候，旁邊呢留在原來的飛機上叫做誘餌飛機的人，包括了國務卿盧比歐，還有呢這個財長貝森特跟大批的幕僚。但是跟着他坐上另外一架飛機的人是誰呢？就是35歲的娜塔莉·哈普。娜塔莉·哈普她金髮亮眼，我們可以看到長相真的非常的亮麗，而且能力很好。她的小檔案是她過去曾經是電視台的主持人哦。後來進入到了川普的團隊裡面來工作，主要的工作非常的多，包括要幫川普整理列印他的新聞資料，還有民調的整理，社群的貼文都要經過他先寫好再給川普看，還有各種的文件等等的處理，被稱作人肉印表機，並且呢，因為他離川普最近，所以川普想要看什麼、在意什麼，甚至知道要怎麼安撫川普的情緒呢，都是由哈普來掌握的，所以又叫做安全台，甚至叫做安撫奶嘴等等的稱號。那麼他的角色現在看起來就是已經明顯不只是一位行政助理這麼的單純而已嗎？因為我們也要看到最新來自於媒體的爆料說，曾經有發現他在深夜進入川普在海湖莊園的私人住宅當中送文件，讓第一夫人當時梅蘭妮亞非常的尷尬，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發生在去年的秋天，被曝曾經進入川普私人飛機的臥室，讓部分的工作人員感到非常的震驚哦，因為他們說那裡是他們不敢冒險進入的地方。所以呢，針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傳聞，我們看到不僅僅是民眾在傳，媒體在報，民主黨的參議員是這樣子針對這一起事件。當時就非常的氣憤，他就諷刺川普只是整天想要打高爾夫球、炒股票、蓋宴會廳，甚至帶着哈普搭乘卡達提供的空中宮殿來去出遊，根本沒有心要好好的治理國家。而17日，川普在接受 CNN 的記者追問有關於他跟哈普的這個關係的時候，他直接叫他安靜哦，並且轉移話題。我們今天會特別來關注這件事情，是因為呢，他是他身邊非常重要的人，可能會影響到川普的政治上面的決策，所以幹哥您如何看目前針對於媒體的各種報道？好，這個 Natalie Hobbs， 她現在是白宮的風雲人物，為什麼你知道？大家曉得，她現在等於是川普最貼身的助理啊，她不算是幕僚，因為她的出身背景是美國電視網的一個主持人。事實上，她的新聞資歷還不夠深，但是呢，她的主持的功夫還算不錯，所以說因為這樣子，他本來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他為什麼會接近川普呢？其實這個故事是有洋蔥的。我們看着他的亮麗的外形，大家要曉得說他是怎麼樣跟川普接觸的，因為他是骨癌的患者。那他這個因為川普在第一任的時候有大力推行，也就是說他要那個就是一個法案啊，就是叫做試藥權法案。什麼叫試藥權法案？就是一種新藥可以對骨癌有效的，他就毅然的，就是 Natalie Hobbs， 他就毅然去接受了，因為這是川普總統推行的法案。後來你知道奇蹟出現了， Natalie Hobbs 的骨癌痊癒了，從此以後他對川普五體投地，
總統，你是我一生的貴人，我這一生畢生我都要貢獻於你啊！對，我只在乎你。聽了這個反對黨的陣營，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他說我只在乎川普這樣子，然後他說只有我懂你啊，只有我懂川普。這我跟你講，很多女性的選民聽了真的跳腳，說你怎麼可以這樣總統講話？那他半夜會私闖海湖莊園，為什麼？他的理由是說，這個梅蘭妮亞就算在，他也知道我闖進去是幹嘛用的，你知道？因為我要趕快跟他匯報最新的情況，不管是深夜，只要總統還沒有睡的話，他就會衝進去。連他們去打高爾夫球，Natalie Hope 他真的背着印表機到那個高爾夫球場，然後他自己還換球鞋，為什麼要跑得過總統？所以大家就曉得說，看到這一個等於是紅粉知己吧，然後非常的貼心的幫川普準備了很多會議的事情，還會隨時列印出他重要的行程，然後把在社群上面 Twitter 上面對川普有利的他喜歡聽的趕快印來給他看，龍心大悅。所以大家就曉得說他的角色非常重要，被美國的媒體把他安了一個名字，叫做安撫奶嘴。當然，對於一個35歲的這個白宮的助理和80歲總統之間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情愫？說一句實在話，那個是八卦雜誌去做文章。但是聽完我剛才講，就是說，其實它是有一個過程到現在。那現在呢，這個 Natalie Hope 鬧得最大的一個新聞，就是在上個月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川普因為要躲避可能的伊朗的飛彈攻擊，他竟然把貝森特和盧比歐這些幕僚通通丟在空軍1號上面，然後他自己去坐了空軍2號，飛到那個英國的基地去降落。結果空軍1號在後面趕到那個在10幾分鐘後降落之後，發現總統怎麼從別的飛機上面跳下來？所以大家就曉得說，你們根本沒有那個哈普的一半啊迷人。為什麼？因為他現在川普真的少不了他，少了他的話，川普可能真的會得心臟病的。好，這個是他的這個行政秘書哦，在他身邊所造成的一些有引發的媒體的爭議哦，這是第一期。那第二期我們要來看到另外一個爭議是，先前中國大陸的 AI 不是一直被川普給禁止嗎？結果現在反而成為川普家族要在這個加密貨幣發財的一個重要工具。尤其今天要來看到的是川普家族支持的這家加密貨幣公司叫做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它跟香港的科技和平台叫做 World Cloud 來合作，World Cloud 裡面合計呢是提供了90款的 AI 模型，當中竟然有43款是來自於大陸。這些企業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智譜、DeepSeek 等等，這些曾經都被川普禁的這些公司哦，連川普的2名兒子也公開力挺這一間公司。那麼 World Liberty 現在川普家族擁有的股權更是高達了38億美元。川普家族要知道，靠着加密貨幣真的是賺翻了。近年來賺了超過14億美元的這個金額，就被大家諷刺說：好，你靠着中國大陸的這個AI 模型賺了盆滿缽滿，但是一方面你又禁止中國大陸的相關的 AI 可以進入到美國跟全世界，到底有沒有這個利益上面的衝突？聂老師又怎麼看 ？OK， 我覺得川普這個人大家都應該很了解他，商業本性嘛，他的根就是利益嘛。他這個人私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傻傻分不清楚，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所以他有這個機會，外面當然會講他公權私用啊，對不對？他有這個機會當總統，太多好處，太多機會了。因此呢，當然你剛講這個 World Liberty 的 Financial 是他跟他的兒子就是 Eric 這個 Trump 合開的，開了以後呢，當他獲有大部分的股份，那又用他這個職權之便，的確獲利不少。光去年剛講11億，去年就賺了8億嘛，而且賺8億後有人講話現在出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是貝森特老是護着他。人家說他賺那麼多，成立這個東西有問題。他說沒有，這是要穩定美國監管，因為他們能夠開定美國監管，而且呢可以穩定美國在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你看都會講話。那第二個呢，他們今年呢在8月10號又通過了一個叫做 World Liberty 的這 Trust， 有點像銀行，就信託公司。它主要在裡面呢還發行一個幣，又被財政部通過，就是 USD1， 那是 stable coin，叫穩定幣哦。你要知道这穩定幣由它發行，然後它又跟美元掛鈎，對不對？照理講它是一種穩定幣，現在被讓它怎麼樣出去跟其他國家的 AI
跟一個平台，我們講說 AI 的平台叫做這個 Word Cloud， 然後這個合作之後呢，卻在裡面又允許他可以用 USD One。我覺得財政部真的是幫這個川普講好話，好像都是為國家做事啊，為國家監管啊，穩定國家美元的地位啊。可重點來了，這裡面有太多川普的利益啦。現在問題利益也就算了，大家知道 AI 啊，你說啊 AI 有什麼問題 ？AI 講不好聽，民用、商用就算了。問題如果到軍用、到高科技、到航太的話，我跟你講，就有國安風險。美國現在天天在喊國安風險，現在問題來了，這個所謂的 Word Cloud 呢，裡面有90個平台，裡面有43個平台，竟然是中國提供的。就你剛剛講的這幾家，這一提供不得了。好，那提供也就是民用、商用就算，就一發現這裡面比比多款都被列為國安風險。請問一下，你怎麼解釋？所以你今天一個呢，你成立這個獲利毛利這麼多，那大家說你公權私用，然後你財政部幫你這個圓說啊，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第二個，那你現在碰到了，你處處擔心中國追上，你要壓制中國的各項的這個不管是軟體、硬體啊，甚至開源的這個模型，各個地方去壓制。今天呢，你卻自己呢的因為的利益去綁裝了一個平台，卻收受了這個中國的這個。甚至有一半嘛，90%43%。你要知道，這麼多有中國的這個平台進去，那又被你列為這國安危機、國安風險的，請問是不是就有機會透過這個管道一樣影響到你這個美國自己的很多的情治的問題啊，這國安的問題？所以這樣的問題你要怎麼解釋？所以啊，還是一句話，這個真的傻分不清楚，到底你是要為自己的利益，還是要為國家利益走？那我不是川普，我也不知道川普在想什麼。對，好，川普的這一起事件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那另外同樣也是加密貨幣的爭議，就是呢，他最近想要新推一個法案，叫做 Clarity， 是有關於加密貨幣的法案的。但是呢，他當時的理由是因為他說應該要看這個法案要由來為誰。未來加密貨幣應該要由誰來監管？是證監會還是其他單位了呢？但是民主黨說，你先不要講這麼多啦，你先去處理好，讓大家釐清說你總統家族到底持有多少加密貨幣，我們再去聊法案。那這樣子的一件事情就讓川普急壞了，所以他這個時候就瘋狂的去聯繫這一些加密貨幣的巨頭進白宮來。是不是可以對國會施壓？那包括了這個 Coinbase 等的公司就被川普要求說一起來向國會施壓。那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整個立法，甚至是加密貨幣未來的發展？委員又怎麼看？好，因為我在研究所除了教人工智慧以外，我另外開的課就是區塊鏈了。所以呢，我簡單的來幫大家做一下科普哦。就第一，川普在他選舉前發行的這個川普的迷因幣哦。到現在為止，他的家族大概賺了14億美元哦。可是整個幣圈大概有98萬個錢包，加起來總共虧掉了大概38億美元哦。這是川普的第一件事哦。那麼第二個就是川普的二兒子啊，就是剛才建中講的 Eric， 那麼非常高調的跟這個中東的一些相關的資金哦，在去年宣布要在這個中東成立了加密貨幣的公司。那麼這間公司現在也在運營當中。那麼第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現在川普從這個當選總統之後啊，他事實上在國會推了2個重大的法案，這2個法案都不由得讓外界懷疑他背後應該得到了很巨額的加密貨幣業者的支持哦。我所謂的支持不僅僅是選票的支持，還包含了這個政治獻金的支持。因為這2個法案，一個叫做天才法案啊，就是我們講的 Genius Act，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 Clarity Act。這2個法案呢，主要要討論什麼呢？在天才法案裡頭，他當時通過了一件事，他把這個穩定幣啊合法化。那麼當然，他做了一些相關的規定。所謂的穩定幣是什麼呢？現在穩定幣通常是綁這個法幣的穩定幣，所以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 USDT、USDC 哦，這就是以綁定美元，就是我1顆穩定幣等於1美元，我錨定哦，這叫做穩定幣。但是事實上，各位了解哦，就是通常綁定法幣的這種穩定幣哦，是直接挑戰每一個國家的貨幣主權的。就是發美金，什麼時候輪到這家公司來發美金了呢？就明明就是我財政部或者是我 FED 的工作啊。這個台灣也是，如果今天有一個穩定幣是綁台幣的，明明這個新台幣是這個央行來處理的啊，什麼時候輪到一家公司來發行呢？所以通常啊，在國際這個上，對於穩定幣啊，每一個國家都是採取收攏的政策啊，就是說我自己來發，我不要你發。所以像人民幣很早就開始發數位人民幣，它的意思是什麼？就是我如果有人民幣的穩定幣，就是我這個人民銀行自己來發了。
但是川普在這個法案卻走完全不一樣的道路，他全面開放了，就政府不發了哦，但是呢，各個企業實體你可以來發，你只要符合我的規定，我就讓你發。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那個時候幣圈整個的幣價大漲，那個時候各位看到比特幣可以一路炒到將近12萬美元，當然天才法案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了。對，那麼第二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Clarity 的這個法案呢，它強調什麼？它強調誰監管？各位知道 SEC 是證管會，CFTC 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這個差別在哪裡呢？如果你是證管會，通常證管會的監管力度是很強的，像台灣也是啊。你看台灣，如果你今天是金融機構，你要受到金管會的監管，那不得了了。金管會是巨細靡遺，大小事都管哦。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商品呢，在台灣可能就歸經濟部管了。那經濟部的這個監管力道就沒有那麼強了。所以美國現在也在爭同樣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的加密貨幣究竟誰監管？如果是證管會管 SEC 管，那麼對業者來說這個壓力很大。可是如果是這個 CFTC 管，它是商品啊，所以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來管，那我的監管力度就小了。所以现在爭議在這裡，川普準備再開一次綠燈，最好就讓這個 CFTC 來管。那麼這樣子，當然對於整個加密貨幣業者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耶。然後最後一個在爭議的是什麼呢？就是穩定幣可不可以給利息？這個就銀行就跳起來了。這一波為什麼美國國會有這麼大的拉鋸戰？為什麼有這麼多美國的國會議員後來縮手了？因為銀行的遊說團體在背後運作了。你想想看，如果你發穩定幣的人還可以發利息，那大家就去存在那裡就好啦。對，那還要存在銀行嗎？那銀行馬上就少掉了很多的收入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這是銀行業者沒有辦法接受的了。所以因此這一波在美國國會所造成的相關的爭議，大概就是這幾點。伊朗首次的把彈道飛彈打進了在美軍的約旦基地，美軍中東基地現在是不是全面暴露更加的危險了呢？美軍現在看起來從打伊朗已經升級成要切斷中俄援伊的一個命脈了嗎？好，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MQ9死神無人機遭到伊朗擊落，現在呢根據初步統計已經有30架了，損失對美軍來說超過10億美元。曾經稱霸中東的這個美軍王牌戰機成為伊朗的獵物了嗎？第三件事情，以色列繼續的轟炸伊朗的南部，並且爆料者說呢，伊朗現在密謀暗殺川普，這個是爆料是來自於這個媒體的爆料說，這個以色列跟美國說啊，伊朗要密謀暗殺川普，納坦雅胡這麼做是要為了阻止美伊走向停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次美伊的衝突再次的升溫，伊朗革命衛隊在昨天再次的發動了第二波的報復攻擊。這一次呢，我們上次談了嘛，上一次是鎖定包括了巴林還有卡達、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首度的這一次擴大到了約旦的美軍基地，所以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美軍基地都覆蓋在危險的射程當中了呢？這一次，伊朗他一口氣發射了10枚的彈道飛彈當然了，這個大使館在當地是緊急關閉之外，包括他也射向了阿茲拉克的空軍基地等等再來，我們來看到為什麼這個空軍基地這麼重要呢？因為這邊駐有美國空軍第332遠征聯隊之外，我們看到它裡面有非常多最重要的戰機，包括了 F-35、F-16等超過有60架以上的美軍軍機都在這個基地當中，是美軍反恐重要的一個重點基地，也是呢它在西亞的美軍指揮中心，所以特別的重要。這也代表呢等於伊朗正式的警告美國說，衝突再升級，那麼你所有的目標範圍就會涵蓋整個美軍的基地了。再來，這次美軍的攻擊特別的重要的另外一個關鍵節點就在於，它的攻擊範圍已經到了伊朗的重要交通設施當中。這一次我們要特別關心到的是它炸的這個鐵橋是中伊鐵路的重要節點，長度超過了1萬公里的鐵路，是中國陸路連通的要道。俄羅斯也會用這條路線來向伊朗運送它的貨物，也是中國大陸北京推動"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支柱。現在來自於軍事專家的
特別分析，他說呢，這樣子的一個炸中醫鐵路的計劃是來自於以色列的行動哦，這是來自於軍事專家。我們剛剛收到了一個最新消息。好，我們先來節目一開始請教漢庭怎麼看的？伊朗的第二次反擊，首次的向約旦美軍基地發射10枚彈道飛彈，是要對美國展開報復嗎？這一次美軍或者是說以色列炸毀中伊鐵路橋梁，是刻意斬斷中俄對於伊朗的戰略支援，還是以色列怕這場戰爭就此打住了？漢庭怎麼看？要先說打約旦阿茲拉克基地啊，它的真正價值呢，不僅在於它是不是美軍最大的基地，而在於它的位置啊。因為約旦呢，在伊拉克、敘利亞、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是美軍中東空中行動很重要的側翼跳板。所以呢，過去美軍的很多機型呢，都曾出現在相關的基地或者是輪調部署。所以伊朗這一波的訊號，其實就是以前呢是打波斯灣沿岸的什麼卡達、巴林、科威特，現在呢打到了約旦，就是把美軍的後方變成了戰場的前線。第一關鍵就是反制美軍的空襲能力。美軍對伊朗的打擊呢，就依賴偵察、加油、電子機啊這些戰機前進部署。那伊朗能打到阿茲拉克，等於是我不是只盯着轟炸機飛來的那一刻，而是盯着你背後整套作戰的流水線。第二呢，伊朗他也警告地區的盟友，要告訴約旦、卡達、巴林、科威特，你可以不是參戰方，但你的土地讓美軍來使用，我伊朗就會把你視為戰爭整個網絡的一份子。所以我打美軍，同時呢也壓盟友。第三，伊朗也要消耗美國的防空資源的。約旦呢攔截了8枚，表面上看，這個你看伊朗也完全沒有這個打穿啊，也沒有說這個重都有效啊。但反過來看，伊朗也是迫使美軍跟盟友不斷的開雷達啦，然後要不斷的去攔截彈啊，要有高度的戒備啊，要讓大家非常的緊張啊。所以戰爭本來就不是每一拳都打死人，但是至少能夠讓你每一晚都睡不好覺。因此呢，它不是在求徹底的摧毀，而是也要制造更多的不確定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打哪裡吧？你不知道我接下來打不打吧？所以整個狀態又恢復到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情形。那第二，我們看美軍的這個炸鐵路橋雖然說它到底是不是要刻意要斬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什麼道路呢？目前沒有明確的直接證明，這個只有大家的推論。但畢竟最後所呈現出來的效果是這個樣子，它到底是不是以此為目的不知道，但是呢，大家來看結果上好像是這樣。畢竟啊，目前這一條鐵路橋啊，它第一個它本來是戰略的補給線，因為伊朗就受到海上的封鎖跟空襲壓力，它的道路交通本來就非常重要，所以從中亞里海方向進入伊朗的通道呢，那當然會承載很多可能軍民兩用的物資嘛。而第二，這也是中俄伊連線的象徵節點，所以美國如果不能夠完全來阻止大陸跟俄羅斯在外交上支持伊朗，它可能就透過軍事上的方式，橋一段會至少讓你的效率下降，轉運變慢，對美國來說也是釜底抽薪。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看到了嘛，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對於美軍來說非常重要，它是中東反恐戰場上面的空中利器哦。不過呢，從2月份美伊戰爭開打到現在，竟然已經被擊落至少30架，對美軍來說真的是付出了一個沉重的代價哦，損失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當然了，所以呢，五角大廈已經開始思考了，說，乾脆以後我們不要買這麼昂貴的武器了，這麼高端的武器了，以後買這種低成本、大量而且可以快速消耗的新型無人機好了。剛剛同一個問題，張將軍又怎麼看？另外來關心到 MQ9的部分，對於美軍來說，是不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伊朗的一個標靶了？張將軍怎麼看 ？MQ9B 它那個功能蠻多的，它可以這個掛載這個電子光學相機，也可以在夜間出任務的時候可以掛 IR 的和這個我們講的紅外線，紅外線感測器。另外一個，在如果雲層比較厚或能見度並不好的狀況下，或者特定任務，它可以掛合成孔徑雷達，就是雷達照相，那可以，它多功能。所以那飞機是飛機的錢吶，它不要忘了，它裝備的錢是另外一個錢。所以你剛才講的那個錢還要更多，因為它掛的是裝備，那裝備有的時候那個有價值不菲。那它的好處是個多功能，它也可以飛得久，它最遠可以來回的話，總共的里程可以飛到將近9000公里，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空中偵察的裝備。但是它有缺点，它的缺點就是它速度慢。你看啊，它這個將近4公噸，
它如果加滿油，如果加掛載的話，甚至可以到5公噸。它就一個螺旋桨，涡轮螺旋桨。这涡轮桨拖着那麼重的東西，它能夠飛多高？大概它的執行任務的高度大概就是5000公尺到8000公尺。它最大的升機也只能到12000公尺，所以高度不高。那你要偵察高度不高，你高度不高，你就要抵近一點。因為你高度高，你可以遠一點看。你高度低的話，你就近一點看。那剛好就是這個伊朗的地對空飛彈的射程之內，而且它的速度慢，這種它又不會有空戰動作，那你這樣的話很容易被地對空的飛彈，哪怕是中程地對空，甚至短程的地對空，都會對 MQ-9B 形成威脅。而且 MQ-9 它不逆中，所有都普勒雷達都看得到它，它又慢又不逆中，這就是它的缺點。那就被這個伊朗可以這個預化它的整個 MQ-9B 的任務的飛行線，在那個地方埋伏幾個點做攔截拒殺，所以 MQ-9B 它就很容易就被擊中。那它的這個電戰裝備好不好？我認為它可能有的時候電戰裝備只是一般的這個電子反制裝備，並不是一種高端的電子反制裝備。為什麼？因為它只是偵察機，它上面又沒有人在人控制，人只是遠端操控，所以它的這種反應力是比較慢的。那就很容易被拒殺。所以在這一次的美國跟伊朗戰爭中，美國算是損失最多的空中裝備就是 MQ-9B。好，这是美軍的戰損的部分哦，它的戰機，尤其是 MQ-9B， 它戰損非常的嚴重。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場美伊戰事一直持續到現在，關鍵節點也是包括說以色列到現在不只是美國持續轟炸伊朗之外，以色列佔有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它也是持續的轟炸在伊朗的南部地區。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包括呢，現在有許多斡旋的勢力都介入，像是卡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真的有效嗎？因為我們看到伊朗南部再次的傳出了爆炸之外，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嘛，中伊鐵路也被炸。美國呢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們做的，但是呢，軍事專家也開始做分析，說很難說，現在看起來最有可能的恐怕還是以色列做的，因為呢，納坦雅胡最近有表態了，他說無論美伊是否達成核協議，以色列都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華爾街日報》更是披露呢，以色列最近跟美國爆料，他說伊朗正在策劃要暗殺川普。沒有想到川普現在看起來是真的怕了川普對外喊話說，確實他們想要除掉美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我算是有一點幸運，但是川普也說了，我不知道我這個運氣可以維持多久，可以持續多久？請教李將軍怎麼看？目前納坦雅胡是想要刻意的引燃戰火嗎？就是這個中伊鐵路被炸跟以色列到底有沒有直接的關係？第二件事情就是說，以色列是不是希望在這背後美伊戰事繼續的推波助瀾？那李將軍怎麼看？我們知道這次川普在這個安卡拉的北約峰會裡面2次的失言第一次失言，他是將日本說成伊斯蘭日本共和國；第二次失言，他是將澤倫斯基說成普丁那大家可能把它當作一個八卦來看，可是我覺得川普這個時候可能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於六神無主，所以才會犯下這麼嚴重的失言。那他什麼事情在讓他六神無主，這個進退失據了？我覺得就是伊朗這場戰爭，他要脫身，他現在脫不了身。那有2個國家不讓他脫身，一個國家叫伊朗，第二個國家叫以色列。那伊朗是用什麼方法不讓他脫身？就是說你現在來講，在荷姆茲海峽這邊你以後60天的，目前來講停戰的60天之後來講，那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要在我伊朗的手上，你必須要按照我規劃的航運路線來走，你不讓我不按照我規劃航運路線，這個北邊的拉拉克島來走的話，我就用無人機攻擊你。那所以說，這個伊朗很明顯，他要擴張他的戰果，他要借着這個軍事的行動來擴張他，來變成他60天之後談判的一個成果，就是他獲得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那另外一個國家不讓他離開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講得很明白，
這時候，我們知道，在2月28號開戰，不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國去打伊朗嘛？本來雙方都已經在日內瓦談得好好的，那突然這個以色列去慫恿川普，那川普自己也是無能啦哈。這個平常講，他真的是判斷錯誤，就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打完以後陷入這場戰爭的泥淖，到現在脫不了身。他現在很明顯的要脫身，但是以色列這時候不讓他脫身。我們講哈，這2天雖然說美國跟以色列互相打來打去，我用一種方式來形容哈，就是大概就是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腳，跟小孩在打架一樣，其實都在打皮毛，而沒有真正傷筋動骨。那這一次為什麼說這中伊鐵路被炸會引起國際的重視呢？因為這就不是這個互相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們看到美國跟伊朗彼此互相說，哎，我打了80個目標，我打了幾個目標。不過平常講，那都不是很重要的目標。真的重要目標是中伊鐵路，因為中伊鐵路為什麼重要？它是補給線。它是伊朗很重要一個補給線，打仗就是打補給線才是重點。那第二個呢？第二個我覺得這個中伊鐵路被炸的地方在哪裡？你要知道，美國現在的林肯號航空母艦，照川普自己所講的，它已經退後了205公里。那來回來講的話，飛過去再飛回來就400多公里，也就是它作戰半徑少了200多公里。那美國的航母有沒有可能去對這個中伊鐵路做轟炸？這就要打上一個問號。第二個，美國來講，我們都知道，它 B-52轟炸機已經撤離了。它不但 B-52轟炸機撤離，它加油機也撤離了。那試問一下，美國有什麼空中的武力可以如果它沒有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沒有這麼長的作戰半徑，它怎麼去打到中伊鐵路？從這2個，我認為說是以色列來講，對這個中伊鐵路打進補給線，就是希望將這個美國拖入這場戰爭，讓伊朗戰事繼續升級。那回到我剛剛所講的，就如果說這個前1個禮拜，美國跟伊朗互相打來打去好像是小孩子在互相你踢我一腳，我推你一下但是這中伊鐵路被炸，就像是拿一把扁鑽直接去戳人家的這種要害一樣。所以，那當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鐵路，讓美國繼續捲入這場戰爭，也讓在這個伊朗國殤的期間呢，哈梅內伊這個辦理喪禮的期間，這段時間，然後擴大戰爭，激怒伊朗，然後讓伊朗來講加大對美國的攻擊。所以说，我覺得中伊鐵路這次被炸，在這個軍事的戰略層級上面來看的話，確實是有升高這個戰爭的一種可能性會升高。那第二個，就國家戰略來講的話，那伊朗當然希望借這場行動升高戰爭，讓這個伊朗再繼續加大對美國的報復行動，讓美國繼續介入這場戰爭。所以我覺得，在此情形之下，那我們當然就看到川普真的是想脫身就沒想到一個是他鐵桿盟友不讓他走另外一個是他敵人不讓他走，敵人不讓你走也就算了，結果你的鐵桿盟友也不讓你走。所以川普為什麼在安卡拉會議上面2次的試驗？我覺得他心裡正在煩惱這件事情，怎麼樣脫身，怎麼樣安撫他的朋友，怎麼樣去面對他的敵人。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經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它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搞3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搞3地下基地。
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高山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高山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一個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会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兩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高山真的下手嗎？漢庭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就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啊，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眾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鎖和我們在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高山呢？啊，7月13號，川普還說啊，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啊，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啊，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哎，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高山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高山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的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
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稿山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稿山之後，我講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稿山去之後，它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哦，千萬不行，絕對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它？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對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
對，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儒幹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韻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韻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為了這一次美伊之間的戰爭。然後呢，他的到目前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來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然後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那另外還不要講說，它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1.5萬美元，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了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們每天就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幾個月了，對不對？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茲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只要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你看那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的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5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涂。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啊，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啊，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啊，缺腿斷腳在那邊遊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斯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對，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精簡，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叶派的教徒的话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湖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